我是仙门最好面子的大师姐，为了维持仙气飘飘的形象，我经常半夜狂洗白衣裙。你最好识相点，自己掉。至于为什么不用除尘诀，因为我天生无灵力，为了不被发现，我入了最难出师的鹤门。师门上下只有我一个弟子。挺好，不用担心当倒数第一。唐师姐，长老请你去威压测试。现在5位长老都到了。非要在衣服没干的时候通知吗？这就是不显山不露水的鹤门大师姐，她10年没出过手了吧？不是不显，是怕一出手就露馅。唐好，弟子在。今日威压测试，你代表鹤门。弟子领命。稳住，仙气可以掉，不能掉面子。好，5位宗师级长老的全力威压，你竟能硬扛下来。全力？如此资质正好。正好什么？代表仙门去与天下第一单挑。好样的！好什么呀？我只是想装个仙女，没想装死。至于我为什么没当场拒绝，因为我这人从小就听不得3个字。糖糖，你不行吧？我好面子这事儿，天生的没法改。我撒尿能撒2米高，糖糖，你不行吧？你不行吧？比！你真要比啊？你傻呀！娘，你干啥呀？你放我下来！你赢什么赢？你给我回家！类似的事不止一回。我跳了3节，我跳了6节，7节。糖糖，你不行吧？那年我6岁，还处于别人跳7节，我就敢跳15节的年纪。糖糖，你干什么？你下来！你下来！看好了。不过如此。硬撑着走到家的时候，冷汗已经打湿衣衫。糖儿，我赢了。骨头断了3处，我们到底生了个什么东西？生了个赢的人。你就犟吧。娘，又怎么了？要是巷子里那些小孩问我去哪儿了，你就说我去隔壁镇学堂读书了。你都伤成这样了，还惦记这个？不能说我摔断了，丢人。你从15层台阶上跳下来，骨头断了3处，你还知道丢人？我赢了，赢了以后躺3个月不好听。那你打算真读书？当然。寻常孩童7岁才开蒙，我6岁，这还不把那群只会撒尿和稀泥的娃子吓死？你是伤了骨头，不是伤了嘴。这3个月我也没闲着。你还真学上了，话都放出去了。堂儿刻苦又能忍，
这不就是天生修仙圣体吗？修仙？过2年仙门招弟子，若能入仙门，也算一条出路。向往仙门？你说什么？我说我一定刻苦。2年后仙门招弟子，爹娘砸锅卖铁，给我凑够了盘缠。路上别逞强。娘，我什么时候逞过强？我尽量。能进就进，进不了就回家。不会进不了。选拔很简单，先测试灵力，再测武道。灵力天赋按照赤橙黄绿青蓝紫划分。我期待着灵盘上能冒出蓝紫色的烟。不应该啊！就算是普通人也能冒赤色烟，难道你体内竟然一丝灵力也没有？你不行，回家吧。你手边，你说谁不行？你说谁不行？你还我灵盘！还你？你知道这玩意儿多贵吗？唯一能证明我没有灵力的灵盘没了。这灵力测试结果怎么记？灵盘碎了，没法复测。可他刚才一点烟都没有。还测吗？下一项，武道考核。就这样，我顺利的进入了武道考核。你们仙门的东西还挺不结实。下一个8岁的我，在一群大人的注视下，再一次体会到了众星捧月的感觉。是那个灵力测试的小莽妹，就是她把灵盘捏碎那个。爽，太爽了！半尺厚黑石板，劈断便算通过。知道了。哎，这小莽妹也不行啊。是啊，杨云镇自从300年前出了个天才，就再也没有灵童通过考核了。我没有，不行！你右手已经断了，别打了。断了。对，你2只手都断了。我是说石板断了。祥云镇堂堂武道考核过。祥云镇的，时隔300年，祥云镇终于又出了一个能过仙门测试的。这个小姑娘2只手都断了。一想到以后镇子上会流传我的传说，我就心潮盼，热血沸腾。修仙之人都说，只有通过入门测试那一刻是开心的。踏入漫漫修仙路后，便只有无尽的痛苦。按资质择师门。天门好，我一定要进天门。地门也好，至少资源够。在众人都为进入天门争得头破血流的时候，我毫不犹豫地选择了规则之外的特门。你确定？弟子心向清净，一个300年没有招到弟子的门派，全门上下只有一个老头，马上就要消失。小姑娘，选了可不能后悔。弟子堂堂，愿入鹤门。废物配废物正好。他竟然放弃天门，主动去鹤门，真是淡泊名利啊！哼，修道之人不争一时。哼，好一个不争一时！
要不是当初装过了头，害怕宗门切磋排名时露馅儿，谁愿意来一个连功法都没有的鹤门？吃好，睡好，不必管其他门派的挑衅。可我最受不了的就是挑衅。师门没有功法，那我就偷学其他门派的功法。没有灵气，难以筑基。那我就把武道修炼到极致。唉，到底是根独苗苗。这是伏莲剑，没有灵力也能御剑飞行。这是幽火珠，适合你这种不会除尘诀还要穿白衣裳装逼的人。洗完衣服拿珠子一轰，眨眼就干了。多谢师傅。这是乾坤戒，宗师级的人喜欢带着它隐匿修为。你带上，人家准以为你扮猪吃老虎，绝对猜不到你一点修为都没有。师傅，您说话其实可以不用这么直的。就这样，我在鹤门苟且偷生了10年，可我越躲，外界我的传说就越离谱。唐师姐，可否赐教一二？道法自然，与天斗，与地斗，与人斗，不如与自己斗。唐师姐境界果然高。切磋，不，长老请唐师姐代表鹤门前往秘境试炼。鹤门不需要所谓机云，一切尽在道法自然中。晚辈受教。堂师姐有天赋，却从不显山露水，清心寡欲，人淡如菊，至今没人知道她段位多高。如果有一个门派叫装逼，那我必然是当仁不让的掌门。掌门，犯糊了！威压大师不是取消了100年吗？今年怎么突然又办了？可惜天门不养闲人。我终是逃不过这场比试。怎么了？师傅，这个能不参加吗？不参加拿不到修仙证啊！在仙门待了10年，拿不到证很丢人吧？我参加！这桌子玄铁的，弟子亦是向道心切。这些年你虽然仍旧无法汇聚灵力，但该练的功法一个也没落下，武道更是日夜苦练。即使没有灵气护体，以你的体质强度，也断不会毫无胜算。那到底是有几分胜算？师傅，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。后面我会背。会背就好。不过唐行，你入修仙道近10年，识海里就没有出现过什么似曾相识的场景？没有。不应该呀，忍着点儿。堂堂，你可记起来什么？我在识海里看到一个人。什么人？他背对着我，侧脸很眼熟，像谁？像我初入仙门时站在大长老身后的那个人影。红衣玉
眼的瞳孔好像是银色的。竟然真的是他！师傅，他是谁？唐行，你可知自你入门之后，他的神识来过鹤门无数次。他也想当鹤门弟子？非也，他是在找一个人。找谁？鹤门不就咱俩吗？反正不是找老夫。啊，找我啊！先好好练这门秘法。哪门？先通过威压大士把修仙证考下来，然后呢？时机成熟，你自然会知道一切。师傅，你每次说自然，我都觉得事情不太对。老头儿，你为何不敢告诉堂堂我是谁？鹤门的阵法，300年天天门破裂时挡过3道天雷，并且毫发无损，现在竟被他一缕神识击碎了。你可知修复阵法要多少银子？你赔吗？你都入仙门10年了，怎么还不能会聚气灵气？作为你的宿敌，我真觉得丢脸啊！你算老几？一点灵气都没有，堂堂，你这辈子比上辈子还不中用。哼，向我求饶，我就放过你。竹可折，不可改其节；剑可断，不可改其刚。息如铁。你怎么还是这么犟？多给你一次机会，你还是我的手下败将，不中用啊！张嘴！他已经转世，现在只是一个18岁的凡人，你如此争强斗胜，就不怕天道惩戒吗？上中下3处丹田都被他震碎了。唐行，现在知道怕了。我说过，求饶我就放过你。唐行，别听他的。我求饶。你刚才不是说无息如铁？铁也会断，我现在不想断了。原来也不过如此。你靠近点儿，我没力气，我求你。说完整。你做梦！你混蛋！我刚刚说你是我的奴隶。我从未感受过如此纯净而澎湃的力量。你竟然将我契约为灵兽！省省吧，奴隶怎么可能伤害到主人呢？你说对吧？我的兽奴，上古凶兽玄鹰，图2山神，强悍无比，贪怜珠宝黄金，忽而化作人形，最喜艳色衣裳。很好，特征全中。看够了吗？没有，我在确认我刚刚是不是捡了个贵的。你再说一遍！算了，礼貌一下。别逗他了，刚契约完，脾气都大。阵法坏了3层，桌子裂了1张，茶盏碎了2个，你少说2句算是赔了。不止，玄阴山神19种上古凶兽的特征和命门，我全都知道。弟子有一事不明，敢问长老，当年我……堂堂，你前世其实是……巧合。你前世是……师父，要不您换个委婉点的说法？你前世……别试了，
再说下去，你这破洞府就不用修了。所以我前世这事儿连天都不让说。时机未到。又是这句。这句安全。鹤门大师姐难道要飞收了，引来6道天雷？这可是羽化天境才会有的天劫。刚才鹤门金光乍起，他必然契约了灵兽，少说也得是化形期的。我就说堂堂师姐就是扮猪吃虎。扮猪吃大虎。师傅，我现在比较像被虎吃过。玄鹰图腾，你契约了玄鹰山神。少动手动脚的！那是老祖当年留下的守护兽，本应由圣女契约。圣女？前任圣女50年前飞升，圣女之衔空缺多年。不久前，仙门才重新选出圣女。选拔圣女的时候，我正和师傅躲在洞府里烤鱼。师傅，这炭是不是买亏了？便宜没好货。你不是说修仙之人不重口腹之欲吗？偶尔重一下，道法自然。这块是我。谁抢到是谁的啊？鹤门那边白烟如祥云，这是进阶异象。鹤门大师姐这是又要进阶了。等让啊！年轻人不讲武德。唐师姐连圣女选拔都不来，这才是真正一心修炼。师傅，下次买贵点的炭。贵的伤财，便宜的伤命。本次圣女选拔魁首，白灵。人设立到位，声势都不用自己虚张。哼，姐不在江湖，但江湖上到处是姐的佳话。唐师姐境界果然不是我等能揣测的。灵儿修为尚不足，玄鹰契约之事暂缓，待圣女修为稳固，再行契约。师傅，您刚才已经吃过一块了。道法自然，鱼肉流转。哪有攥到自己碗里去？在那次选拔中，夺得头筹的不是别人，正是大长老的女儿白灵。可惜她修为不足，这才将契约之事耽搁了。现在你明白了吗？是这剑兽自己贴了上来，我们唐行只好勉为其难收下。道法自然，如是而已。明日便是威压大事。唐行，明日威压大事，怕是危机重重。你还是和上辈子一样，总爱给自己找麻烦。如果你老老实实待在祥云镇，不入仙门，哪儿还有这么多事？既然我已经选择了这条路，前方就算是刀山剑岭，我也只会铁了心一往无前。玄鹰，你会帮我的，对吧？你这是问？礼貌一下。威压大事，仙门众人尽数前来围观。南苗的鲛人，北华的和尚也来了不少，甚至连鲜少露面的鬼域之人都来了几个。别拽他了。提醒你一下，我们现在是一伙的。谁跟你一伙？仙门新一代弟子是骡子是马，今日都要拉出来溜溜。第一场
贺门。第一场就是唐师姐啊！贺门大师姐终于要出手了。圣女白灵，大长老之女，前几日刚补上的圣女，玄阴山神本该由她契约吧？在下唐航，请赐教。在下堂堂，请赐教。闭嘴！堂堂，我终于能和你一较高下了。选拔圣女那天你不来，今日总该让我看看你到底凭什么不屑一争。误会，天大的误会！杀了你，我就可以夺回玄阴山。他口气不小。你惹的债，你别光看戏。你抢了寿。白灵道友，请。大长老为了白灵，融化了8只天阶灵兽，制成药汤，替他洗髓淬骨。天阶灵兽啊，寻常修仙者一生都未必见过。8只天阶灵兽熬汤，有些人出生在仙门，有些人出生在洗衣盆。唐航，这一击你挡得住吗？唐航师姐修炼多年，还没人见过她的灵根，她进阶如此迅速，体内必是紫灵根无疑。怎么还不动？怕了，现在认输还来得及。不，对付你，无需动用灵力。这波装的好像是有点大了。直接斗法，我或许打不过他，但承受他的威压并非难事，而且还真用不着灵力。呜呼！全体目光向我看齐。结束了。你来了！难道唐师姐反击了？终于能见识她的灵根了！敢问众长老，大师规定承受住1人的威压，即可颁发修仙证，可还作数？自然作数，只是你战绩太少，只能取得黄阶令牌。如此足矣。为今之计，快点离开擂台，再比下去，迟早露馅的。白灵道友，多谢赐教。事了拂衣去，深藏功与名。唐师姐竟然只取黄阶令牌，这才是真正不争虚名。真能装啊！当初你和我比试，也是这般，只是这般不要脸。和你比试？堂堂，玄阴山神本不该属于你，拿了不该拿的东西，必须还来。老长老们这是为了玄阴山神。原来如此，我这才反应过来，大长老让白灵先消耗我，他们才好顺利夺回。无耻！以强凌弱，你们枉为仙门长老！一介弟子也敢与我们几位长老作对？堂堂，为何不运转灵力还击？10年来，堂堂从未外露过灵气，有没有可能，他根本没有灵力？天地搏斗是最简单的事，修仙之路要发防的竟然是人族，新贵入仙门，也少不了蝇营狗骤。唐航，不要硬撑，快点认输，将灵兽归还，向诸位长老认错。修仙之路各凭本事，我何罪之有？几个宗师级的威压，你都承受不住。堂堂，你只能输在我手下。看好了，我大发慈悲救你。动他，得先问问我。试试是不是逞强的时候，别犟。并非逞强，我感觉到了，昨日丹田尽碎，其实就是筋骨尽断，道法自然。万物运行规律中，天道规定的一条法则，叫不破不立。人们更喜欢叫它绝处逢生。
那便是我的灵根，粗壮、强悍。你回来了。谁？行，那先解决眼前的。臭老头，害惨我！大长老，大你个头！听说了吗？仙门新任大长老已经到北来了，就是那个10日前以1敌5打败5位长老的堂堂。可不是，听说那日整个仙门都在喊他的名字，年纪轻轻就坐上长老席之首，真厉害！厉害到连裙子都洗不干净。退后，我来。弟子唐航，请诸位长老赐教。鹤门掌门唐师姐，堂小友，是老夫冒犯。堂小友，方才是我等失礼。修仙之路，强者为尊，你坐此位合情合理。倒也不必这么讲武德，所以我真成大长老了。众望所归。您闭嘴！拜见大长老。事情怎么就到这一步了？师傅，我的灵力极其不稳定，比如现在，我竟然又感觉不到灵力了。您看，和天下第一切磋，最终被切被磋的只能是我。不逼自己一下，怎么会有突破呢？您之前不是最讲道法自然吗？此一时彼一时。再说了，檄文我已替你发出了，难道你要认输？倒也不是不能去，主要是人要脸，树要皮。我堂行就活一个面子，这就对了。您别高兴太早，我要是被切被磋，您得给我收尸。大长老出行体面些。我谢谢你。明天就是和天下第一比试的日子，现在连最简单的除尘诀都使不出来，天杀的！这要是传出去，哪里还有鹤门大师姐仙气飘飘的样子？听说唐大长老明日要和天下第一决斗，仙门新任大长老对天下第一，这场面100年难见啊！那位唐大长老定然气度非凡。气度非凡？废物！天就算死，我要死得好看，不然太没面子。字挺大，人也挺多。他就是堂，新任仙门大长老，就是他要挑战席玉。不是他要挑战，是仙坟下了檄文。席玉可不是普通散修，无门无派，却打败了佛修、鬼修、妖修、法修，天下第一，离飞升只差1步。奇怪的是，他迟迟不肯突破。仙门请他认祖归宗几回，他都没应。一个法修不归仙门，脸上能好看？后来仙门向他开战，也没赢过。一步之遥啊！西域来了，这就是天下第一。堂，进仙门，仙门堂，玄英，装睡也得挑时候吧。我看你挺会装。比试开始，请。你真不帮？你不是要死得好看？好看和好死不是一回事。他要一击定胜负，西域从不拖延。西域道友，要不先礼后兵？人啊！仙门人死了还会给配个男人？姑娘，你能不能先从我身上下来？你怎么也死了？我没死，你也没死。那这是哪儿？我们被阵法传送到了一个莫名其妙的地方。这是何处？不知道。天下第一也不知道？天下第一不是地图，跟上。这里像北来的地方，
所以不对劲。北来还有这种地方？这些佛像为何浑身爬满了蛇？蛇附其身，彼此寄生，挣脱不得。那是什么？此乃堕佛，佛身已死，蛇以其身为仇。也就是说，这些东西还活着。退后！愣着干什么？运转灵力战斗！我倒是想啊，我根本没有灵力。你没有灵力？说来话长。跟紧我。用得着离这么近吗？你醒了？再不醒，你要被人揣怀里了。这是重点吗？你怎么在这儿？你们认识？你管老子在哪儿？你们这叫不认识？站后面。你在命令谁？我在救废物。我谢谢你。你武道不错。除了没有灵力，我别的都挺努力。那是什么？师傅，师傅，好啊！你个死人族，竟然把臭石头的仙骨藏到北来！臭石头，怪不得我上天遁地也找不到你。我没想到。堂堂姑娘，回来！闭嘴吧！这到底是什么？仙门上一颗石头幻化成人形，愚钝如石，竟也能生灵智。所以，是的，我就是大石头仙尊。原来我前世是块石头，怪不得我从小就是个犟种。你终于发现了。你早知道？上辈子就知道了。怪不得我的灵气时有时无，原来体内缺了仙骨。你刚才喊谁师傅？你。我。师傅，师傅，我渡劫陨落时你还只有13岁。你倒是认得快。我从未不认。哼，那你把仙骨藏北来？说清楚。只要仙骨入阵，便有机会复活你师傅。当真？北来不打诳言。我以为他们能复活你，后来才知，他们要炼化仙骨，不是复活，是把你炼成傀儡。所以刚才那阵法，最怕是北来经营多年的阵，要将你和我当做祭品。炼化大石头仙尊。这群秃驴怎么会想到唐航就是大石头仙尊，大石头仙尊就是唐航？所以，你找到了我的仙骨，你找到了我的转世。我把鬼域之主揍了一顿，才打听到你转世在祥云镇。你不能好好打听？他嘴硬。你也没软到哪儿去。我找不到转世，我找不到仙骨。所以，一个有骨头，一个有人。你们两个积怨已深，消息不通，我就硬生生拖到现在。是我之过。当然是你的过。也未见你找到仙骨。我若找到，还轮得到你站在这儿？停！桑榆非晚，拿回仙骨，痛快。